五月天阿信高喊：我们中国人来北京一定吃烤鸭。我觉得协助他成为中共国民比较实际，这是不是该修法？不然国家要被这些人羞辱多少次？五月天变中国天呐、无所谓这些人跪在人民币的面前下，那就是他们的价值喽。这个不止已经是崩溃了，崩溃到对洋人五体趴服了，被做中国表态，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请国人能够了解予以谅解。不可以讨论你看到的是什么，重点他内心怎么想，不管他怎么想，总是我们已经了解，我们已经谅解了，我们已经体谅。为什么赖清德要出来洗地啊？因为赖清德冲过头了，他也知道现在不能再冲下去，这也是台湾这些政治人物王八蛋，他们放纵这种激进民意民粹不断发芽之后的结果，他们真的内心把中共当成纸老虎了，那你就赌看看嘛。那如果你不想被这样邪恶的政权给宰制，那很简单嘛，你就让他下台啊。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五月天阿信在这个大陆开演唱会的时候呢，高喊我们都是中国人啊，结果呢，天哪，跪了，为了钱，国家自尊屁眼都可以不要，不行，我要调整一下，这个我们生态观察486的一个口音，对不对？为了钱，为了跪了，为了钱，为了国家，自尊个屁眼都可以不要，他不是用这样发言，但是我就想这样讲好。所以呢，上千网友灌爆脸书，膝盖终于跪下了。好，那1800则留言9000个赞我的天这个严重的导致的小波绿们就崩溃了。好，五月天阿信喊我们中国人，好，结果呢，第一个热门留言竟然是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逃避现实呢？好，帮你按个赞，不错啊。再来呢？这是不是该修法？不然国家要被这些人羞辱多少次？取消国籍，永留中国就好。哇，顶号，凶嘞，顶号，你很凶嘞，就派顶号你看这个不是假账号2012年6月25号OK， 好，那。我们都知道嘛，486先生是什么？486先生是台派的教主独派的精神导师，小玻璃当中的钢铁玻璃，强化玻璃你下跪你睡了他依然开开心心并蹦跳，对吧？好，再来呢，好，他想吃烤鸭是不是对了，好，因为阿信后面有一句话，我们把阿信这个报道看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就看这个，你看这里还有一个人也崩溃了我们就看一下有没有？我们中国人苦苓很抱歉，我高看他们了。苦苓也崩溃了苦苓也崩溃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好了五月天阿信呢在大陆鸟巢开唱那他说我们中国人引爆两岸网友热议只要你实力够强，市场够大，就不要像欧阳娜娜、杨丞琳之友要被迫表态效忠祖国，例如五月天就是。结果不是原来五月天也自称我们中国人，也是靠中国赏饭吃的人，是爱钱戏后的美女艺人很高兴我高看他们的，或许是我小看共产党。竟然有反思苦苓苦大师反思了，哎呀，在这个转角突然遇到爱，我都吓呆了怎么会这样呢？苦苓表示我收回我之前的屁话当然大家可以喜欢外国乐团五月天，毕竟他们也只是为了会一只北京烤鸭吃那没有办法因为呢阿信说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来到北京都要吃烤鸭人家只吃个烤鸭而已，就苦苓就崩溃了。但苦苓崩溃还是小事情，崩溃的更严重的是小玻璃们崩溃的特别严重有没有？气到要修法然后呢，建豪阿豪我觉得协助他成为中共国民比较实际也能作为最后的表率所以赶快修改国籍法这个内政部大家知道内政委员会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陆委会赶快废掉比较实际
你说那个是照宪法所安置的哦，没有错，陆委会是照宪法所安置啊。因为呢，我们的宪法增修条文没有错，第11条啊，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就是说呢，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义务关系以及其他事务呢之处理得以法律特别订定之，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赶快把这条宪法修了还有这个。于国家统一之前，依照宪法第27条第1项第3款第174条第1款之规定，增修本宪法条文如左啊！赶快呀，赶快废掉啊！你不废掉，宪法都要哭过了。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不是吗？既然是灾难，就赶快改啊，对不对？你看，就你是中共国民就达成了啊，对不对？取消中国就好啦，取消国籍留中国就好啦。这个 Mountain Zen 啊，以前听他们的歌，勇气、勇敢、友情、爱情、坚毅、坚持，都很感动。现在只觉得算了。英语系国家的热门歌手们比较不愿做跟自己写的歌词违背的事，会打压反抗。台湾还没出生这样红透半边天又有骨气的人才，哇，这个不止已经是崩溃了，崩溃到去跪英跪美啊，崩溃到去对洋人五体趴服了。这崩溃模式也台湾独一档的，你知道吗？这叫什么？这叫解质不够啊！这叫解质不够。赵柔柔说什么呢？他说啊，五月天变中国天啊，无所谓这些人跪在人民币的面前下，但就是他们的价值喽啊！接着呢，以后会是怎样的下场嘞？好哦，他们现在可以写关背叛自己的歌，好啊。怕民怕家己创作人的艺术啊，人生在世，无是要留一个好名声，互人探听啊，后世的人来探听啊。中国五月天啊是废了吧啊，一切做伙来提中国五月天，个海头讲这是批骨台湾人的乐坛啊，不散啊！哎呦，骂一个个底家，骂一个个底家，哎呀，袂歹啊哈！哎，再来呢？信念以下跪称臣的，哎呦，这一串真经典哦！哎，来，这个利用哈，他们的日家店应该对他们提出损害诉讼赔偿。哎呀，真的是要怎么赔偿呢？啊，美玲没说认同啊，这个不知道这个账号是什么，看一下好了。倩玲。进买啊，还有呢啊，这个 T 啊，这个 T 叫什么？哦，汤力，去日地抗议啊，顶号抵制他们的代言，好啊，这个无过去啦啊，打小惊死啦，哦，凶呢哈，这个 kangaroo 哈，袋鼠哈。台湾人应该自豪自己是台湾人。好，我是自豪自己是台湾人啊，但是不像你们那么衰小啊！还有狗气在人民币面前是个屁啊！五月天变中国天，这是他们价值的选择啊！接着看有什么样下场，离了五月天算个东西，等着慢慢看哦。在台湾的伤口上撒盐，这些艺人好可怜啊！眼里只有钱。啊哇！得到487爱心1颗，少算点钱会死吗？是时候是带不走任何钱财的啊！是看我们做贼吗？啊哇！我今天本来觉得好累啊！他真的是娱乐了我一整天啊！真的觉得太好笑了啊！因为他们有多崩溃，我就有多快乐。看到他们小玻璃心碎满地，哎呀，我的心情就特别的好，特别的美。继续睡吧，他们一定很生气啦，说你这个他妈的舔共仔，看到台湾艺人下跪舔共，你在那开心什么？好，我跟你讲，我没有开心什么啊，但是你们家的老大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哦，我帮你复盘一下。哦，你们家老大叫什么？叫做赖清德对吧？赖清德说什么要听下去哦，要听下去哦，有没有？台湾的文化工作者被中国表态，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哦。也请国人能够了解予以谅解与体谅。最重要的是，他们内心想的是什么，我都非常不舍，一定要了解、谅解和体谅哦。玻璃心，拜托，你家老大都说什么？
论心不论机啊！你论机又论心，你什么东西耶？你以为五月天是你能批评的？再说一次，小波率，你们就底层的生物啊！你们要单细胞的脑要了解赖清德怎么指挥你的啊，不可以考虑你看到的是什么，重点他内心怎么想。不管他怎么想，总是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已经谅解了，我们已经体谅了。今天你就可以知道说，在民进党里面有关系是没关系，五月天跟民进党的好关系，那不是随便说了算啊！连赖清德赖大总统都亲自出来辟谣了，对不对？那你们这些小玻璃还要怎样？还要继续失控，还要继续崩溃吗？要当小玻璃就要有觉悟，什么时候该睡满地，什么时候该暴怒，什么时候该出征，看清楚，你的层次就是这个样子。人家五月天什么层次，你什么层次？赖清德会护五月天，会护你吗？不会啊，但你要心甘情愿接受，知道吗？因为你是小波绿，作为被指挥的哥布林，该叫就叫，该滚就滚，叫你走，你可以用跑的哦，叫你爬，你可以用跳的哦。这件事情其实背后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事情，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赖清德要出来洗地啊？我跟大家报告，因为啊，赖清德冲过头了，他也知道现在不能再冲下去了。可是呢，你冲过头了，谁来承担后果？他们现在当然赖清德的说法是什么？赖清德的说法是有没有被迫嘛？被迫表态嘛？可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是怎样？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什么广电总局绝对不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主管艺文部门相关的哈。我跟大家讲，这件事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氛围，对于首鼠两端，我说的是大陆的老百姓认为的首鼠两端。在台湾，我必须说，在台湾你本来你爱表达台独，爱表达什么？这个台湾随便哈，其实这也不是随便啊，你在台湾喊我们中国人啊，就被出征了，对不对？哪怕你是在北京喊我们中国人，照样被出征嘛，哈。所以台湾也没什么言论自由被给小，但基本上来讲啦，你在台湾喊台独，那是受民进党所谓言论自由保障嘛。那我就问吧，一样的状况到了中国大陆去，那请问你要不要遵守人家的法律？要不要遵守人家的社会风气啊？今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的沸腾是怎么来的？因为台湾人长期看不起大陆的社会嘛，因为台湾人长期贬低对岸的民意嘛。对岸台湾人有一些人呐，我们不要说所有的人，这一些小波绿们，他们一直觉得对岸的老百姓14亿人就是中共控制下的提线木偶，哪一个政权能够提线14亿人？你给我看，对方老百姓有没有气啊？心情会不会不爽啊？会不会觉得很可恶啊？你们这些艺人在台湾高喊台独，你凭什么来中国大陆赚钱？照我们中国大陆的法律，我说的是大陆的朋友啊，照我们中国大陆的法律，你在台湾高喊台独也是违法的。那台湾当然也是可以不爽啊，你中国人凭什么管我台湾的艺人啊？你都可以互相不爽，但是入境随俗很难吗？奇怪，但大陆的人来到台湾犯罪，或者是其他各国人来到台湾犯罪啊，不用遵守台湾法律哦。奇怪，台湾人很神奇哦。到日本就知道小声讲话，地铁上；到欧洲就知道，哎呀，一个西餐法餐要吃个2-3个小时，绝对不要去催促大厨上菜快一点啊！奇怪，怎么到了中国大陆去就觉得可以为所欲为？你都觉得不用遵守法律，不然你去那个阿拉伯家，我刚才在中天讲的我说你去阿拉伯国家，你跟他说我要吃猪油，我要喝酒，好，我要看事业线。那很简单啊，如果照他们下面小玻璃已经睡到这种程度，已经睡到连赖清德出来讲话他们就接受不了了，我只能说可怜可悲又可叹。就是其实这也是台湾这几年来我们的社会里面这些政治人物王八蛋，他们放纵带领这种激进民意民粹不断发芽之后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张狂。他们真的内心把中共当成纸老虎了，那你就赌看看嘛。那奇怪，你们家的赖大统领怎么突然就放软了呢？你要继续，你看赖清德有尊重过你们的想法吗？赖清德有尊重过你们小波绿的想法？有尊重过你们抵制阿信的人想法吗？有尊重你们的感受吗？有尊重过486先生吗？没有嘛。赖清德直接讲说你该尊重五月天啊，
你要听我的啊，现实就是如此嘛。你要搞清楚你的地位嘛。那如果你不想被这样邪恶的政权给宰制，那很简单嘛，你就让他下台啊，不要替他当卡背啊，不要为他抗议啊，不然你只会被我们这种不会去附和他这种荒唐主张的人笑啊。因为你的行为跟你做的事情跟结果，从我们一个外人来看，你真的很可怜很可笑。你不要以为为什么生态观察每次流量都不错，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看到你真的觉得哇惊呆了，怎么这世界上有这种奇形种啊？对不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们真的太好笑了啊。